太子陆明抓周那日，眼前摆的可不是书本砚台，而是一溜挺着大肚子的女人，全是京城里高门大户的正房夫人。皇后发了话，太子小手抓到谁，谁肚子里那个就是日后钦定的太子妃。我娘也在里头，她胆子小，跪在最后边，脑袋都不敢抬。再看柜头一位的首辅夫人，肚子挺得老高，一脸傲气，手里紧紧抓着一个绣囊，里头装了专门吸引小孩子香粉。小太子一路爬到这排人跟前，首辅夫人赶紧抖了抖绣囊，陆明确实停住了，谁知他猛地打了个大喷嚏，嫌弃地皱起小鼻子，掉头就往别处爬。他绕开那些打扮得跟朵花似的贵夫人们，直接爬到最角落，停在我娘跟前。我娘吓得直哆嗦，陆明伸出肉乎乎的小手，一把就攥紧了我娘的袖子，死活不松开。接着他把小手贴在我娘圆鼓鼓的肚子上，咯咯咯地笑出了声。就这时候，殿外突然传来一声特别清脆的鸟叫，一只鸾凤飞进大殿，绕着房梁飞了2圈，最后稳稳当当悬停在我娘头顶上不动了。众人议论纷纷，这可是天大的吉兆啊！若是女儿，便是未来的太子妃。几个月后，我落地了，是个丫头，起名苏荷。同一天，首府家也生了个女儿，取名林月儿。一晃12年过去，宫里办家宴，我娘带我进宫磕头谢恩，我贪玩追着一只彩雀跑，结果钻进了御花园深处。皇宫太大了，我彻底找不着北了。前头有座石头山，我刚想爬上去瞅瞅，就听见后头有人在哭，是个穿着明黄衣裳的半大少年，正抱着腿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问他谁啊？少年吓一跳，放肆本宫是太子。太子也能哭鼻子呀？谁哭了？本宫是让风沙吹了眼睛。我没戳穿他，我听见几个老嬷嬷在背后嘀咕，说林皇后病得不轻，皇上又迷上了新晋的梅妃，太子殿下这日子难过。我也经常被风沙迷眼，我爹说过，这种时候找点乐子看看就好了。这鬼地方能有啥乐子？我从袖子里摸出个小巧的短笛，拔开塞子，一群5颜6色的彩雀就扑棱棱围了过来。陆明看傻了眼，一只碧蓝的小雀落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大气不敢出，2只眼睛都快挤到一块儿去了。殿下，你好像只傻乎乎的肥鸽子。陆明也不生气，跟着我一起嘿嘿傻笑。那天后半晌，我们躲在石头山后头说了好久的话。他说他一点不想当太子，太憋屈了，天天要念书写文章，写不好手心就得挨板子。我说我想当个游侠，骑上马拿上剑走遍天下。直到傍晚要走的时候，陆明喊住我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只钗子，那是只金闪闪的凤钗，做工不咋地，甚至有点歪歪扭扭，一看就是他自己做的。陆明把钗子硬塞我手里，耳朵红的快要烧起来。母后讲过，这是给未来媳妇的定礼，你收好。我捏着钗子，笑着点了点头。我们谁都没留意，不远处的花丛里头有双眼睛正死死盯着我们，那是12岁的林月儿，那眼神凶得根本不像个孩子。爹，是不是只要苏荷没了，太子就会是我的？月儿聪明，挡路没了，该是你的，自然就是你的。日子过得飞快，一眨眼又是7年，我满了19岁。这一年，皇上龙体欠安，新上位的那位林家继后，也就是林月儿的亲姑母，不满意先皇后早年定下的太子妃人选，撺掇皇上重新考教挑选。于是宫里办了场百花宴，京城里有头有脸的官家小姐都来了，一个个打扮得光彩照人。林月儿坐我对面，穿着一身大红洒金的长裙子，头上插的金簪玉，比起来我穿的可就素淡多了。一身浅蓝衣裙，头上只簪着陆明当年送的那只凤钗。林月儿盯着我头上那只钗，眼里的嫉恨都快淌出来了。宴会开了场，林皇后就以如何治理国家为题，让各位小姐要么作诗，要么写篇短论。一般人家姑娘只读女训规范，哪懂什么治国之道？大伙儿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只有林月儿一脸自信地站起来，走到大殿中间，清脆响亮地念了一篇文章。文章写得花团锦簇，道理讲得也像模像样，连皇上都露出满意的神色，连连点头。说得好啊，百姓为基。月儿这番见解颇有能臣之风。林月儿得意洋洋地朝我瞥了一眼，我坐在那儿，心底一声冷哼。这文章是我20天前随手写的草稿，当时觉得里头好些想法太天真，就团了扔了。谁成想家里出了吃里扒外的，把我扔的废纸偷出去给了林月儿。苏姑娘，你可愿意试？林小姐的文章确实漂亮，不过细看下来，有些地方道理似乎没讲透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剽窃？我可没这么说，我只是觉得空口说白话终究差点意思。治理天下最要紧的是能做实事。这是小女近来写的抚明书，请皇上过目。
皇上接过去，只扫了一眼，神色立马就变了。他挺直了背，一页一页仔细翻看。苏太师真是教女有方，这策论若能推行，足可保我朝20载安宁。他把折子递给首辅，首辅看了没几行，额头上就冒了冷汗。这篇府明书写得清清楚楚，各处数目明明白白，提出的法子更是落地就能用，哪像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能写出来的，分明是官场老手才有的见识。比起来，林月儿那篇光好看不顶用的文章简直成了天大的笑话。而且但凡长眼睛的都看得出，林月儿文章里几个最要紧的说法跟我这折子里的核心意思一模一样，可他又只抄了个空壳子，里头真正的精髓半点没学着。谁偷了谁的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这场百花宴我赢得彻彻底底，太子妃这位子算是谁也动不了了。大婚的日子定在了下月12，那阵子陆明高兴得找不着北，天天都要偷偷溜出宫，跑到太师府来找我。有一回正好让我爹撞个正着，我爹抄起鸡毛掸子就追着他打，他一个堂堂太子被我爹撵得满院子乱窜。徐府大人，您轻点，打坏了我可就没法娶您闺女了。元宵节那天，他带我去逛灯市，手攥得紧紧的，就怕我被人群冲散。我们在河边放了一盏天灯，满天的灯火下面，他看着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苏荷，我跟你保证，这辈子就你一个，绝不弄什么3妻4妾，就我们俩过一辈子。他说完，飞快地亲了下我的手背，笑得像只刚偷到鱼的猫。那时候我俩都傻乎乎的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一直好下去，可我忘了，好看的东西往往碎得最快。首府府地下暗室里，林月儿直挺挺跪着，面前公台上摆着个黑乎乎的木头雕像，这是他们林家偷偷拜了上百年的邪神眼婆。爹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凭什么好事全是他苏荷的？凭什么太子心里只装着他？我要他不得好死！想动苏荷，寻常法子已经没用了，皇上和太子都盯着护着，如今只能用那个禁术了。您是说用噬心？这术法反噬极重，用它的人至少要折损15载阳寿。首府还在犹豫，林月儿已经一把抓起旁边的匕首，毫不犹豫地在自个手腕上划了一道，血汩汩流出来，滴在那黑色雕像上。雕像那只独眼猛地闪出暗绿色的幽光。苏荷，你的命我要定了。大婚前3天试穿嫁衣，我瞧着镜子里的人，脸蛋白里透红，眼睛里像是汪着水，心想这大概是自己最好看的模样。突然间，心口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攥住，我哇地吐出一大口发黑的血，眼前一黑，人就软倒下去。太医接连被召，皆摇头叹息而去，谁也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病症，只说是急症攻心，脉象乱得一塌糊涂，是活不长的征兆。宫里宫外很快就传遍了闲话，有的说我命不够硬，当不起太子妃的福分。我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，虚弱的连起身都不行，每天全靠灌下去的老参汤吊着一口气。陆明像疯了一样想来看我，却被死死拦在太师府大门外。我躺在病床上，眼泪流个不停。我想他，可又怕他见到我现在这副鬼样子。更关键的是，我觉出这病来得太邪门，要是真有人用了什么阴毒的巫蛊手段，他离我太近，只会跟着遭殃。陛下，苏家女儿身患不治之症，这是大大的凶兆。为了太子殿下的安危，也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，这门亲事绝不能再办。再看小女月儿，生辰八字与太子那是天作之合，命里带着旺夫星运的贵气。如果她能进东宫，定能为太子挡去灾厄，保殿下平安顺遂。皇上点了头，他是喜欢我，可他更在乎自己的儿子，在乎他的龙椅稳不稳。就在我们全家都觉得没了指望的时候，一个胡子头发全白了的老头找上门来。他说自己多年前献过我爹一个大人情，特意赶来给我瞧病。好厉害的是心骨，丫头，你这是招了狠毒小人啊！解骨是难，不过你得先死上一回。这是归西散，吃下去之后你会呼吸心跳全无，但过上10天自己就会醒过来。只有这个法子才能骗过对你下蛊的人，而且你必须立刻入土下葬。从今往后，苏荷这个人就算是从这世上消失了。第2天，太师府挂起了白帆，苏家大小姐没了。那天雨下得特别大，陆明跪在太师府门外，哭得肝肠寸断，最后被宫里的侍卫硬生生拖了回去。没人留意到深夜的坟地，一个黑影正挥着铲子拼命挖土，冰凉的空气灌进来，我猛地吸了一大口，止不住的剧烈咳嗽。我下意识望向皇城，那边亮得刺眼，红灯笼挂满宫檐，映红了半边天。热闹的喜乐声隐隐约约都能飘到这荒郊野外来。今晚是太子大婚，新娘子是林月儿，可我又该去往何方呢？该走了，苏荷已经入土了，往后你只是我的小徒弟莫愁。
陆明，我是你的正宫皇后，12年了，那个短命鬼早就烂成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惦记个死人？我看你是真疯了，再多说半句，真割了你的舌头。店里的声音冷冰冰的，听不出半点情绪，只有一股子瘆人的寒意。林玉儿浑身一哆嗦，像是想起了什么特别可怕的事，眼里的怨恨一下子全变成了恐惧。她转过身，正好看见跪在旁边的我，那眼神阴冷的像毒蛇盯上猎物。看什么看，哪来的江湖游医也配进这地方？我低着头没动也没吭声，这时候出声就是自己往刀口上撞。娘娘恕罪，这是从南边请来的神医，专程为陛下诊治头风的。林玉儿冷笑一声，转身怒气冲冲地走了。姑娘快些准备，陛下候着呢。我轻轻拉完脸上的肃杀，跟着陈安走进了那扇黑洞洞的养心殿大门。店里没点灯，窗户也用厚重的慕容帘子遮得密不透光，空气里混着沉水香的浓郁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。地上到处是散乱的奏章和瓷器碎片，我小心地避开那些尖利的碎渣，慢慢走向那张宽大的龙床。借着门缝漏进来的那一点微光，我终于看清了那个男人。他坐在地上，背靠着冰冷的床沿。陛下请来的神医到了。离开京城后，我病了很久，醒过来把什么都忘了。师傅说以前的事忘了更好，以后安心跟着他学看病救人就行。他给我起名叫莫愁。这12年，我跟着师傅走南闯北给人瞧病，直到20天前，一队宫廷侍卫闯进我们住的草堂，硬把我们带进宫给皇上瞧病。马车在官道上晃荡了7、8天，我也听了一路的闲话。陆明是个活阎王，坐上龙椅12年，说一不二，下手很绝。朝堂上谁要是敢多说半句不中听的，第2天保准人间蒸发。首府林家被他压得抬不起头，要不是还顾着皇后的脸面，恐怕早就被连根拔了。皇宫到了，我背着衣箱，低头跟在总管陈安后面。神医姑娘进了这养心殿，千万管好自己的眼睛和嘴。陛下近来头风犯得凶，脾气特别躁。经过一处园子时，我看见一片彻底枯死的花田。那是从前太子妃最喜欢的秋堂，陛下不让种别的，也不许人收拾，就任由他这么荒着。我没接话，我是个郎中，只管治身上的病，管不了心里的伤。养心殿到了，还没进门，就听见里头哐当一声巨响，紧接着是女人刺耳的叫声。陈安脸色刷得白了，赶紧拽着我跪在殿外的台阶下面。殿门被人从里面猛地撞开，一个女人踉踉跄跄跑出来，是皇后林月儿。她头发散了，珠钗斜挂着那张本来好看的脸上全是泪，空气里飘出一股甜得发腻的香味。我鼻子灵，一闻就知道是烈性的合欢散。皇后居然敢对皇上用这种下作东西。陆明抬起头，那张脸就算在病中依旧好看的扎眼，可也苍白的没什么血色，一看就是被长久的病痛折磨得不轻。他眼神锐利的像刀锋，似乎要劈开我脸上的面纱看个究竟。民女莫愁拜见陛下。如真能莫愁便好了。他朝我伸出手，示意我上前诊脉。我跪行几步，将手指搭在他的手腕上，脉跳得又快又乱，心火旺得像在烧干气，全都堵着不通。这是常年忧思过重又睡不好落下的病根。更要命的是，他身体里有股古怪的气在横冲直撞，不像是寻常的毒，倒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。突然，我的手腕被死死抓住，陆明猛地凑近我。是谁让你来的？是林家，还是那些想要争皇位的贼子？呼吸变得很急，距离太近了，我甚至能感觉到他呼出的气息浮在面纱上，心口猛地一紧，不是害怕，是一种说不清的酸胀、难受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拉扯。我见过太多病人的眼睛，麻木的、痛苦的想活的，可这双眼睛不一样，里面全是无声的呼救，像个快淹死的人在黑水里扑腾。脑子里飞快闪过一个画面，一个半大少年缩在石头山后面掉眼泪，那画面闪得太快，我根本抓不住。我强迫自己稳下来，民女只是个看病的郎中，民女是来为您诊治的。陆明死死盯着我的眼睛，手上力道渐松，骇人的暴躁气息慢慢褪去。可下一瞬，他突然抱头发出痛苦低吼，救急要发作。我立刻打开衣箱，抽出银针，快准地扎进他头顶穴位。他身子一软，昏睡在地，望着他满是冷汗的脸。我的手不自觉伸出去，擦去了他眼角的一点失意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陈昂焦急询问陛下状况。我应声说性命无碍，今夜由我守着。夜深的养心殿只剩烛火噼啪响。陆明睡得沉，那根银针让他绷了12年的神经终于得以舒缓。殿内一片狼藉，奏章散落，玉笔滚在角落，茶碗碎片满地。我看着心烦，便轻手轻脚蹲身，将折子一一捡起，整整齐齐落在书案左侧。龙床上的他忽然含糊低语要饮水，我端来温水，他喝了一口，突然停住，刚睁开还蒙着雾气的眼睛，死死盯住我拿杯子的手。我小指侧那颗淡褐色的小点，他声音发轻，带着不敢喘息的颤抖，低声唤着：苏合适，你回来了。
陛下，您认错人了，民女是莫愁。是啊，她没了，时朕亲眼看着她入土的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默默推到一边。让开，本宫要见皇上。娘娘，陛下刚服了药睡下，神医交代了，不能惊扰。什么狗屁神医？依本宫看，就是个装神弄鬼的祸害。司天监早就禀报过，近来地形不明，又是宫里进了脏东西，给本宫冲进去，把那个江湖骗子拖出来乱杖打死。殿门突然被大力踹开，林月儿领着几个膀大腰圆的婆子闯了进来，目光一下子就定在了站在阴影里的我身上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本宫把这个晦气玩意按住，当场打死！几个婆子立刻饿虎扑食般冲上来抓我，我手指本能地摸向腰间针囊，指尖碰到冰凉的针套，最终还是强忍着没动。这里是皇宫，一旦还手，不仅会连累师傅，我自己也必死无疑。两个粗壮的婆子一左一右死死按住我的肩膀，硬把我摁得跪倒在地。娘娘，这可是皇上亲自请来治病的神医呀！林月儿抬脚就把陈安踹到一边，随即从腰间抽出一根绕了金线的短鞭。皇上龙体欠安，肯定是你这庸医搞的鬼。本宫今日就替皇上除了你这祸害。林月儿高高扬起鞭子，鞭梢带着吓人的破空声。我闭上眼睛，咬紧牙关，等着那阵皮开肉绽的疼。预想中的剧痛没有到来，我睁开眼，看到一只骨节分明、青筋危险的手死死攥住了抽下来的鞭梢，是陆明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，周身的气息冷得能冻死人。林月儿，你活腻了。皇上，臣妾是忧心您的圣体呀。陆明根本不理他，随手把鞭子甩到一旁，转过身，目光死死锁在跪着的我身上。刚才的拉扯让我脸上的肃纱本就松了，此刻一阵凉风穿电而过，那层薄纱轻轻飘落，完整的露出了我的脸。陆明整个人像被定住了，身体无法控制的微微发颤。他缓缓抬起手，朝着我的脸伸过来，指尖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、难以置信的试探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是你吗，苏荷？我跪在冷硬的地砖上，心快从小字眼跳出来，脑子里却空荡荡的。我压根没听过苏荷这个名字，可当这两个字砸进耳朵里时，心口那股憋闷的疼却真的让人发慌。有个声音在提醒我，要是认了这个名字，这辈子就再别想离开这座牢笼，再也做不回那个自由自在的郎中了。陛下，您真的认错了。民女是边地长大的孤女，从小跟着师傅四处看病讨生活，从没来过京城，更不敢胡乱顶替哪位贵人。陆明的眼睛还是死死定在我脸上，那目光烫得吓人，像是要烧穿我的皮肉，看看骨头里到底有没有刻着苏荷的名字。过了很久，他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，最后变成一片干涸的荒凉。是啊，他没了，你怎么会是他？带着你的人滚回你的凤仪宫去，再敢不经允许踏进这里一步，朕就废了你。林玉儿终究没胆子顶撞，领着人灰头土脸地退走了。大殿里又只剩下我和他。陆明没让我走，他慢慢坐回那张宽大的床榻边。既然说是神医，那就留下给朕治病，治不好脑袋就别要了。这明摆着是要把我扣在这儿了。陈安随后把我安顿在旁边的小屋里，说是偏殿，其实就跟他的寝宫挨着，中间就隔着一道薄薄的帘子。我弄出点什么动静，他那全能听见。接下去的2天，陆明像换了个人，他不发疯，也不去上朝，整天就待在寝殿里看折子。但看折子的时候，非得让我在旁边给他磨墨不可。我拿起墨块，往砚台里倒了点清水，手腕悬着，只用指尖的力气，顺着一个方向慢慢转几圈，再倒过来转几圈。这样磨出来的墨汁又细又匀，从来不起沫子。整个过程，陆明的眼睛就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手。行了，出去吧。我低着头应了声，慢慢退出去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身后传来啪嚓一声脆响，像是什么瓷东西摔碎了。紧接着是他压得极低的从喉咙里挤出来的闷吼。我心里满是疑惑，但不敢回头，实在想不明白他这么阴晴不定到底是在闹哪一出。到了下午，他又让人把我叫了进去，这回不是磨墨，是让我伺候他看书。他半靠在软枕上，手里拿着一卷旧书，让我站在边上给他打扇子。屋里有些闷，冰剑里的冰化得快，空气里飘着一股子燥热。忽然他手一滑，手里那杯滚烫的热茶眼看就要全洒在面前的书案上，案上正摊着一卷非常古老的帛书，要是让茶水一泡，这宝贝可就全毁了。我心里一急，当心！脑子还没想清楚，身体已经冲过去了。我猛地扑过去，
用手背挡住了泼出来的茶水，另一只手飞快地把那卷帛书从岸上抢抱到怀里。滚烫的茶水浇在手背上，立刻红了一大片，火辣辣的疼。可我顾不上疼，先把怀里的帛书小心展开，仔细看有没有沾湿。还好，书没湿。你还敢说你不是？只有他才会把这些破书烂纸看得比天还大，只有他才会想都不想就做出这种动作。陛下，民女是郎中，这双手还要靠他扎针救人，请您松手。传太医，快拿治烫伤的药膏来。他伸手想碰碰我的伤口，手指悬在半空，抖了抖，又缩了回去。看着他这副样子，我心里那种熟悉的酸酸胀胀的感觉又翻腾起来。他这么失态，是不是因为在我身上又看到了那个叫苏荷的影子？到了晚上，林月儿派人送来了赏赐，几个太监端着几个木盘，大摇大摆闯进我住的小屋。这是皇后娘娘赏给神医的。娘娘说了，神医是山野里来的，穿不惯宫里的好料子，这几件粗布衣服最合你的身份。木盘里放着几件灰不溜秋的粗布衣服，布料糙的磨手，还隐隐有股放久了的霉味儿。这明明是宫里最下等的杂役才穿的东西。还有这碗冰糖雪蛤羹，也是娘娘赏的。神医赶紧趁热喝了吧，别白费了娘娘的一番好意。我凑近闻了闻，羹里藏着一股极淡的药味儿。我心里明白了，这种药喝了不会立刻要命，但能慢慢把嗓子毒坏，让人从此变成个哑巴。林月儿这是怕我在陆明跟前多嘴，想先让我再也说不出话，断了我的路。我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接过了碗。那几个太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摆明了是要亲眼看着我喝下去才肯走。我把碗端到嘴边，顺势用宽大的袖子一挡，假装在喝，其实把整碗羹都倒进了袖子里提前藏好的小皮袋里。放下空碗，我故作平静地擦了擦嘴角，谢娘娘赏。太监们这才满意地走了。等到那些脚步声彻底听不见了，我马上拿出那个小皮袋，把里面下了药的羹汤全倒进了净桶，又抓起桌上的凉水壶，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大口，用手抠喉咙，硬是让自己吐了出来。想毒哑我，林月儿这点手段还嫩得很。后半夜我刚有点睡意，就被隔壁寝宫传来的响动惊醒了。别走，别扔下我一个人。是陆明在喊，我赶紧披上外衣，快步走过去。陆明正陷在噩梦里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额头上全是冷汗，手在空中乱抓。陛下，陛下您醒醒！我的手指刚碰到他的肩膀，就被他猛地一把抓住，一股大力传来，我只觉得一阵头晕，下一秒就被他拽倒在了床上。陆明死死地抱住我，他把脸深深埋进我肩颈那里，滚烫的眼泪一下子就把我的衣领浸湿了。苏荷，别走，我知道是你，别扔下我一个人，我害怕。我本能地想把他推开，可胳膊抬到一半怎么也推不下去。他的心跳又快又重，咚咚地撞着我的胸口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头突然疼得像要裂开，脑子里好像有什么封了很久的东西裂开了一道缝，乱七八糟的画面碎片一股脑涌出来。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。一个半大少年穿着明黄衣裳，红着脸，把一直做得歪歪扭扭的金钗塞到我手里。这是定礼，你收好。画面猛地一变，变成了一个下着暴雨的晚上。我站在太师府门里头，喉咙一甜，一口黑血就吐了出来。而他在大门外头，隔着瓢泼大雨，哭得撕心裂肺，一遍遍喊我的名字。眼前紧紧抱着我的陆明，和记忆里那个少年的样子慢慢重合在一起。我的心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狠狠捏住了，疼得我喘不上气。难道我真的是苏荷？就在我心神不宁，脑子乱成一团的时候，陆明突然睁开了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没有半点刚睡醒的迷糊，只有一片冰冷的清醒。你心跳得这么快，莫愁姑娘，你在对朕说谎。陆明的眼神像刀子一样扎过来，好像要把我钉死在这张床上。我心里一慌，用力挣开他，手脚并用地从床上滚下来，跪在冰凉的地上大口喘气，声音故意装得很害怕。陛下是真龙天子，威势惊人，民女自然心慌。我低着头，冷汗顺着脸侧流下来，把衣领都打湿了。陆明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那种无形的压力像水一样把我淹没，我几乎要窒息了。但他最后什么都没问，只是露出了极其疲惫的神色，挥了挥手让我走。天刚亮，凤仪宫的人就来了。林月儿自己没来，只派了个脸色阴沉的老嬷嬷，说是皇后娘娘请我去御花园看看新开的花。看花是假，不过是想亲眼瞧瞧那碗哑药到底起没起作用。我闭着嘴不说话，
背洗衣箱跟在老嬷嬷后面，既然要装，就得装到底。御花园的凉亭里，林月儿坐在主位，旁边围了一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妃嫔，显然是特地叫来看我出丑的。见我走近，她眼里闪过一丝藏不住的得意，慢条斯理地喝了口茶。听说神医昨晚辛苦了，本宫特意让人给你备了些茶点。我走上前，老老实实行礼，但一直不开口。怎么不吭声？难不成真成哑巴了？旁边的妃嫔们立刻明白了意思，捂着嘴低低地笑起来，眼神里全是看热闹的讥讽。我适时地张了张嘴，只发出一些啊啊的含糊声音，又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咙，脸上装出又怕又说不出的表情。啧啧，真是造孽。不过哑了也好，省得那张嘴到处乱嚼舌根，惹皇上不高兴，这就是不安分的下场。既然神医说不出话，那就替本宫祈福吧。听说跪在碎瓷片上祈愿最是灵验。几个太监立刻抬来一筐摔碎的瓷碗碟，哗啦一声全倒在地上。那些尖利的碎片在晨光里闪着冷冰冰的光，看得人心里发毛。林月儿高高在上地看着我，跪不满3个时辰，本宫可不会让你回去。周围的妃嫔们都等着看我跪上去受罪的狼狈样。我看着地上那堆泛着冷光的碎片，心里只觉得可笑。林月儿真当我是那种随便欺负的老实人。我慢慢走过去，借着蹲下整理衣角的动作，手指头悄悄弹出了一点几乎看不见的粉末。那是引虫散，是我以前在山里采药时用来吸引一种叫黑刺蜂的毒虫子取毒用的。粉末顺着微风，正好飘落在了林月儿那身金装玉裹的华贵礼服上。我低着头不吭声，在心里数着1下、2下、3下，紧接着几只黑刺蜂正嗡嗡地飞了过来，围着林月儿打转。哪来的脏东西？快赶走！可虫子越来越多，一眨眼就聚成了黑乎乎的一团，直直地朝林月儿扑过去。来人啊，快保护本宫！场面一下子全乱了，妃嫔们吓得乱叫乱跑，太监宫女们手忙脚乱，只有我还跪在原地，看着被毒蜂困住狼狈不堪的林月儿，嘴角露出一丝很淡的冷意。这里闹什么？陆明来了，跟在后面的陈安吓得脸都白了。看到在地上打滚狼狈不堪的皇后，陆明连眉头都没动一下。可当他的目光扫到跪在碎瓷片上的我时，脸色瞬间阴沉的吓人。我还跪在那儿，膝盖处的裙子早就被划破了，渗出的血把布料染红了一片。这是谁的主意？皇上，是这个妖女，是她弄来的毒虫害臣妾。陆明抬手就是一记耳光，直接把林月儿扇倒在地上。林月儿捂着脸，眼神里全是不敢相信和害怕。陆明看都没看他，几步走到我面前，弯腰一把将我打横抱了起来。我本能的想挣开，他却猛地收紧了胳膊。传朕口谕，皇后德行有亏，行为不端，招引毒虫，即刻起关在凤仪宫，没有朕的命令不准出来。林月儿瘫坐在地上，脸一下子变得惨白。陆明一眼都没再看他，抱着我直接往养心殿走。经过那群吓得发抖的太监时，他突然停下脚步。刚才使他跪了，是哪一个？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拖下去，砍了那人的手。我被他抱在怀里，能清楚地听见他胸口里面心脏跳得又快又重。别怕，以后谁敢碰你，我就要谁的命。那一瞬间，我心里乱糟糟的，分不清他这种不要命的保护是为了那个已经不在的苏荷，还是为了现在在他怀里的我。回到养心殿，陆明小心地把我放到龙床上，他没叫太医，而是自己转身去拿来了药箱。他拿起剪子，轻轻剪开粘在伤口上的布料，布和肉粘在一起，我疼得忍不住缩了一下腿。忍着点儿，你不是真哑巴吗？在御花园，你撒药粉的动作很老练，苏荷不会用毒，但你会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是我的苏荷回来了，还是老天爷专门派你来，一天天折磨我的？我闭着嘴不说话，心里正乱着，陈安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。陛下，不好了！首辅大人领着满朝文武官员跪在宣武门外，说神医是灾星转世，祸害宫廷，要求陛下立刻将神医处以火刑。这是林家打定了主意要我的命。陆明伸手一把抓过墙上挂着的君王佩剑，想杀他，除非他们先踏过朕的尸体。外面的吵闹声像潮水一样涌进来，夹杂着官员们的高喊。除灾星，请君策。林首府的声音穿透厚厚的宫墙，尖利的像是夜宵在叫，让人心烦。陆明
是想保我，可他这是在拿自己的皇位和江山当赌注，我不能让他为了我输得一干二净。我偷偷摸出一直藏在身上的银针，对着自己身上几个要紧的穴位，毫不迟疑地狠狠扎了下去。这是异形诀，师傅教给我逃命用的法子。不到半盏茶的功夫，我的身子骨硬是缩小了一圈。我飞快抓起林月儿之前送来的那套粗布衣服换上，又伸手从香炉里抓了把灰，胡乱抹在脸上。铜镜里照出来的人脸色蜡黄，身子佝偻，再也看不出半点原来那位女郎中的样子了。我趁着外面乱成一团，从窗户翻了出去。这会儿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宫门外头的吵闹，寝殿后头的小路空荡荡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我低着头，紧贴着墙根拼命往前跑，一步都不敢停。不知道跑了多久，周围越来越荒凉，连巡逻的卫兵都看不见了。空气里有一股东西放久了发霉的怪味儿，阴森森的。前面出现一个锁着的旧院子，红色的大门掉漆掉得厉害，轻轻一碰就晃晃悠悠的。身后远远传来禁军搜人的脚步声，我慌得没办法，侧着身子从窄窄的门缝里硬挤了进去。院子里野草长得老高，都没过了膝盖，一片荒凉。可就在这荒凉里头，脚下偏偏有一条被人经常走出来的小路，弯弯曲曲的通到院子深处。很明显，常有人来这儿。我心里一紧，顺着小路小心地往前摸，绕过一丛早就死透了的月季花，我脚步猛地停住。眼前立着一架木马，支撑的木杆已经朽化断了，斜斜地歪在地上，只有那个坐人的地方被人擦得干干净净，上面甚至还铺着一块半旧的棉垫子。木马旁边是一堵灰墙，墙上用烧黑的树枝写着2行字，字迹已经看不太清了。我的呼吸一下子停住了，那是我写字的样子。那一横一竖怎么起笔怎么收尾，那个手字最后一笔习惯性往上轻轻一勾，就算烧成灰我也认得。脑子里像有根锥子在狠狠地扎，疼得我眼前发黑。我捂着快要裂开的头往后退，脚下忽然踩到一个硬东西。我低头看去，乱草堆里一块缺了一角的环形青玉沾满了泥巴，就躺在那儿。我手抖着把它捡起来，用拇指抹掉上面的泥，玉佩背面一个细细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刻在那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脑子里那道封了12年的锁轰一声全碎了，无数画面像炸开的碎片一样涌出来。大红的嫁衣上全是灰，心口疼得像要被人撕开，满嘴发黑的血哇地喷在镜子上，染红了眼前的一切。棒也像天漏了一样往下倒的晚上，那个少年哭得背过气去，手指头死死抠着门板，手心磨得血肉模糊。苏荷，别扔下我！我死死抓着那块玉，缺口的边缘深深搁进手掌里，血顺着手指缝往下滴。我腿一软，跪倒在荒草里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眼泪根本控制不住，啪嗒啪嗒砸在手背上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根本不是什么边地来的孤女莫愁，我是太师府的独女苏荷，是12年前差点就要嫁给太子陆明，却突然病死的准太子妃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冰冷的杀气猛地扑过来，多年行医练出来的警觉救了我的命。我猛地一低头，一支弩箭擦着我的头发梢飞过去，咚的一声，深深钉进后面的木柱里。墙头上翻下来10几个穿黑衣服的人，脸上蒙着布，眼神凶得吓人，半句话不说，举刀就朝我砍过来。林家这是豁出去了，非要我死在这儿不可。我虽然想起了以前的事，可用了异形诀的后劲儿还在，手脚发软，没力气，动作比平时慢了好多。我咬紧牙，从怀里掏出一包迷魂粉，用尽力气撒了出去。冲在最前头的2个黑衣人身子一晃，立刻软绵绵地倒了下去。可剩下的那些根本不怕，踩着同伙的身体继续冲过来。冰凉的刀尖转眼就到了我脖子前面，我躲不开了，绝望地闭上了眼。可预料中的疼并没有来，陆明已经挡在了我前头，他手里提着的君王剑还在往下滴血。我看谁敢！他把我死死护在身后，用他的身体替我挡住了所有从暗处飞来的冷箭和刀光。混战里，一个不要命的刺客趁他挥剑挡开前面攻击的时候，偷偷从背后摸上来，长刀狠狠砍在他后背上，皮肉立刻翻卷开来，深得能看见骨头。陆明闷哼一声，硬是挺着没倒下，反手一剑精准地扎穿了那个刺客的喉咙。他摇摇晃晃地跪倒下去，大批禁军终于撞开门冲了进来。剩下的刺客眼看没指望了，一起咬碎了嘴里藏的毒药，转眼间眼睛鼻子都流出黑血，全倒在地上死了。院子里一下子安静的可怕，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血腥味。
陆明撑着剑想站起来，可因为流血太多脱了力，身体向后倒了下去。我快步冲过去，一把抱住了他。他那张从前神采飞扬的脸，这会儿白得跟纸一样，嘴里还在不断往外冒带血的沫子。这回我护住你了，苏荷。陆明认出我了，就算我把自己弄成这副面黄肌瘦、满身灰土的鬼样子，他还是把我认出来了。一行诀的效力也正好到头了。别出声，省点力气。我扯开他后背血乎乎的衣服，手指翻飞，几根金针又快又准地扎进他背上几个要紧的穴位，先把血止住。周围赶来的侍卫全都看傻了眼，没一个敢上前拦我。血总算不流了，陆明的呼吸弱得像随时会断。他在彻底昏过去的前一刻，死死抓住了我的手，手掌心那儿有个硬东西，我很快就能感觉到，是一枚扎满了血的玉符。那是他用来调动自己私人卫队和库房的贴身信物。见这东西就跟见他本人一样。要是我醒不过来，拿着它赶紧走，跑得远远的，千万别回头。说完，他的手就软软地垂了下去。陆明，陆明，这次我说什么也不走了。我抬起头，冷冷地看向闻声赶来的林月儿和他爹林首府。既然你们非要逼我到绝路，那大家就一起下黄泉吧。陆明被侍卫们小心翼翼地抬上了布冕，把这个刺杀皇上的妖女抓起来，当场处死。周围的侍卫们却都犹豫起来。刚才那一幕谁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皇上是拼了命要保我。都傻站着干什么？皇上现在昏迷不醒，这宫里就是本宫说了算，谁敢不听命令，就跟这妖女同罪。妖女蛊惑圣心，害皇上身受重伤，按照国法应当凌迟处死，全家抄斩。刚才那场厮杀已经用光了我所有力气，眼下暂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先拖着看情况再说。我被拖拽着扔进了水牢，后背重重撞在又湿又冷的石墙上，索性闭上眼睛休息。半夜时分，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，林月儿把所有的守卫都赶走了，自己一个人走了进来，手里端着一个红漆木盘，盘子上只放了一个酒壶和一只小酒杯。喂，看病的该上路了，皇上快不行了，你下去陪他，正好做个伴。怎么不服气？告诉你，你这双眼睛跟那个死了的苏荷简直一模一样，12年前用噬心蛊都没能让他彻底消失，算他命硬。不过你可没他那种好运气了，这壶断魂酒能让你死得比他痛苦100倍。林月儿端起酒杯，满满倒了一杯黑乎乎的毒酒，伸手就掐住我的下巴，硬要往我嘴里灌。去死吧！就在那毒酒眼看就要灌进去的紧要关头，牢房顶上的通风口突然轰的一声炸开了，碎石乱飞之间，几道黑影像鬼一样轻飘飘地落了下来，动作快的只剩一片影子。刀光一闪，啪的一声，林月儿手里的酒杯被干净利落地劈成了2半。林月儿吓得尖声大叫，连滚带爬地往后退。领头的黑影脸上戴着青黑色的铁面具，暗卫气队听候要王令调遣。主子，属下来晚了，请主子责罚。暗卫首领上前一步，一脚就把牢门的铁栓给踹飞了。林月儿吓得脸都白了，魂儿都没了，手脚并用地朝着牢房外面爬。快来人，有人劫牢，快护驾！主子，出城的马车已经在西华门外准备好了，现在就能走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我不走。林月儿想让我死，那我就让她亲眼看看，到底是谁给谁送终。传我的命令，把京城里所有能调动的人手都集合起来，听我指挥。我要把我丢掉的东西一样一样全拿回来。陛下，陛下脉息没了，微臣实在没辙了，请娘娘保重。天下不能没有皇帝坐镇，现在皇上既然已经龙驭归天，就该马上扶持新君登基，才能稳住大局。谁说他不行了？妖女，你还有胆子回来？来人，给本宫把这祸害当场砍了！我有法子能救活皇上，今天谁敢拦我，就是谋害皇上，全家问斩。我直接走到龙床前，陆明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，真的像个死人了，浑身冰凉。我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玉盒，取出珍藏了12年的续命丸，小心地放进他嘴里，又抽出银针，准备用回阳9针。这套针法凶险要命，要是你救不活皇上，我就把你剁碎了喂狗！我头都没回，全副精神都放在手里的针上。床上的人突然猛吸一口气，胸口剧烈的起伏，
一口发黑的血块吐了出来。活了，皇上活过来了！皇上活过来了！老天爷，这简直是神仙手段！陆明慢慢睁开眼，在看到我的瞬间，一下子有了光。陛下，民女来晚了。从今往后，你的命归我管。他看懂了我眼里的决心。第二天一早，陆明虽然脸色还很差，可硬撑着身子坐上了龙椅。灵首府那帮人个个脸白得像鬼，垂着手站着，气都不敢大声喘。神医苏轼护驾有功，德高望重，各封为和妃，住进长春宫，一致同父后。我慢慢地转过头，正好对上林玉儿那双快要喷出火的眼睛。好戏，这才刚要开场呢。长春宫内侍简约，我刚落座未久，便被林贵妃派人传唤至凤仪宫。一场针对我的试探悄然拉开序幕。娘娘，各位姐妹都在等着呢。各位姐妹都在等着呢。听说妹妹可算来了，听说妹妹是民间长大的，肯定懂点乐器吧？今儿姐妹们都在，要不妹妹弹个曲子给大家听听，添点乐子。林玉儿表面温和邀约，实则暗藏刁难，妄图借民间出身的由头，让我在众妃面前出丑。众妃冷眼旁观，或嘲讽，或看戏，无人料想我竟从容应下。指尖落弦的瞬间，便打破了所有人的预判。古筝声骤然爆发，尖锐有力，铁衣曲的凛冽气势席卷全殿，原本戏谑的氛围被彻底击碎。容嫔娘娘腰上挂的这个袖带，样子挺稀奇啊。这是皇后娘娘亲手赏给我的，指望我能早点怀上龙种。怪不得娘娘进宫5年了，肚子一直没点消息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里头有龙脑、丹珠、鬼面花粉，全都是伤身子、让人生不了孩子的狠毒东西。这袖带要是再挂3个月，娘娘您这辈子估计都别想当娘了。容嫔袖带滑落，骇人香粉散落。这不可能，皇后娘娘怎么会害我？林玉儿见状，厉声斥责，欲命宫女惩戒容嫔。满嘴瞎话！你这妖女还敢在这搬弄是非！来人，给我惩她的嘴！我看你们哪个敢动？在场妃子们纷纷面露不适，眼神猜疑，皆将目光投向林玉儿。宫中氛围愈发紧绷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林玉儿恼羞成怒，抬手欲扇我，却被我死死攥住手腕，神色狼狈。皇后娘娘，这才只是开头，给您备了份厚礼，希望您能喜欢。20天之后，凤仪宫的灯整夜都没灭过。林玉儿这些天一直心神不安。林玉儿被恐惧纠缠，眼前浮现苏荷索命的幻觉，彻底陷入慌乱。拿命来！拿命来！她根本不知道，我在她每晚必吃的雪燕羹里放了很少量的迷心散，又趁天黑用烛光和铜镜在窗户纸上弄出鬼影子。没干坏事的人都会被这场面吓掉魂，更别说他这种手上沾满坏水鲜血的人。深夜，一顶黑布小轿避开巡逻侍卫，悄然抵达凤仪宫后门。神秘老太婆缓步下轿，正是12年前对我下噬心蛊的邪师。复仇之战在天变数。这老不死的当年就是靠吸我的活人生气才变成人样。12年前就是他摆法坛施术，用那歹毒的噬心蛊差点要了我的命。今天又碰上，可真是仇人见面。哪里来的妖怪，还不赶快现形！老不死的，你的阵法我早就动过手脚了。我早就在凤仪宫东西南北4个角埋下了吸铁石，正好把他设的招邪阵给倒过来了。现在这阵法根本不是赶妖怪的，而是要他老命的阎王帖。邪师遭阵法反噬，口喷黑血，桃木短剑碎裂，被无形力量击打在地。邪师七窍渗血，林玉儿受惊冲出，尖叫着逃向门外。是你，这不可能！你早该死了的。你是那个苏荷，你的命是凤凰回朝，咱们全得玩完。邪师气绝，林玉儿呆滞地看着邪师的尸体。我起身准备离开，走廊处瓷瓶突然碎裂，我猛地回头，暗影中陆明的身影隐约可见。走廊内，陆明与我相对而立，身躯微僵，眼底翻涌着复杂情绪。陆明缓缓转身，挺直脊背走向走廊尽头，孤单的身影最终消失在拐角。夜幕降临，长春宫门外侍卫数量倍增，戒备森严，形成严密守卫阵型。我站在宫门口，望着宫外密密麻麻的侍卫，神色平静却了然于心。林月儿蜷缩在角落，头发散乱，衣衫不整，神情癫狂，不停呢喃。深夜，
一只灰鸽子落在窗台，羽翼轻颤，腿根绑着的小主管格外显眼。我端坐烛火旁，拆开鸽子腿上的主管，展开帛布，见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，指尖微微收紧。太和殿内，文武百官分列两侧，神色肃穆，气氛压抑到极致。臣要参临首府拉帮结派，搅乱科考。今年新中的进士，有一多半都是林家门下的学生熟人，贫寒人家的孩子竟没一个考上的。这么干是堵死贤才的路，断送咱们江山的将来啊！御史李肃跪地举板，神色坚定地弹劾林首府。李大人说话得有凭据，红口白牙诬陷当朝首辅，按律法该以污蔑重臣论罪，你担得起吗？林家党羽出列反驳，面色涨红，难掩慌乱。证据在这儿。后宫女人不能插手朝政，何妃娘娘你这么做是坏了规矩，难道是想造反吗？让他说。这就是凭据。这是假的，是你故意栽赃陷害老夫。假的，这账本用的只是贡品雪狼尖，全天下只有首府府上有资格用。上头盖的私章也是首府大人天天带在身上，从不离身的东西。你要是不认，现在立刻派人去你府上搜一搜，看看你家库房里是不是正好少了一本一样的账本。这女人妖言惑众，一个妃子竟敢插手国家大事，分明是祸乱江山的妖妃。皇上难道忘了苏家的下场吗？苏家当年也是这么嚣张，最后落了个满门抄斩，亲戚朋友全跟着遭殃的下场啊！苏家的事是埋在陆明心里12年的伤疤，也是朝廷上没人敢提的忌讳。苏家祖祖辈辈都是忠臣，为国家拼尽了全力，一片忠心天地可见，绝不是你嘴里说的那种反贼。倒是首辅大人，半夜睡不着的时候，有没有梦见过苏家上下几十口人的冤魂来找你讨命？妖女！林家一伙人全部停职关押，只要沾上边的，一个都别想跑，绝不轻饶。夜深了，长春宫里只点了一盏小灯，我从木匣里取出一张瑶琴，琴身上能看到不少旧痕，琴尾还有明显的火烧过的印子，这是我爹以前最宝贝的惊雷。当年苏家被查抄，这东西被收进了宫里的库房。前几天陆明借着给我东西的由头悄悄送了回来，我拿着棉布，手指很轻地擦着琴弦。这张琴你爹活着的时候看得比命还重，他讲过惊雷有灵，除了他和阿和，别人碰了都不对劲。今天在朝堂上你骂姓林的那番话，每个字都跟你爹一模一样。阿和，你打算忙我到什么时候才算完？到了这一步再装下去就没意思了。陆明，12年了，我特别想你，我就晓得会这样。我们俩就像在深海里漂了好久的人，总算抓住了对方这棵救命草。皇上大事不好，废后林氏在冷宫那边发疯了，他放火烧了凤仪宫，还说在宫里埋了500斤火药，要拉着皇上和妃娘娘一块死啊！凤仪宫被大火吞没，赤红火光照红夜空，热浪逼得宫外侍卫连连后退。林月儿立于摇摇欲坠的高台，神情癫狂，手持火把，脚边火药桶暗藏危机。陆明，杀了苏和那个贱货，不然我就让这半座皇宫的人都给本宫垫背。想都没想。林月儿将火把扔向火药碾子，转身扑向苏和，与同归于尽。苏和，你个死不透的祸害！既然你们都在，那就一起死在这儿，永远绑在一块儿。陆明踹开林月儿，护着苏和冲往殿外，身后随即发生爆炸。陆明为护苏和被巨石砸中，陷入昏迷。苏和跪地守着他。陆明，别闭眼，求你别睡。黑暗中，远处传来喊杀声。新的危机逼近，是林家养的私兵，他们肯定是以为皇上死了，趁机造反了。太和殿内一片混乱，林首府手持假圣旨站在高台上。先皇被妖妃害死，葬身在凤仪宫大火里了。天下不能一天没有皇帝。现在遵照先皇留下的旨意，过继瑞王的小儿子当新皇上稳住朝廷。官员们反应各异，有人痛哭，有人怒骂，更多人被林家私兵用刀架颈，敢怒不敢言。高台台阶上，瑞王4岁的小儿子被吓得哇哇大哭，成了任人摆布的工具。林叔府眼中闪过狠厉，拔剑砍倒带头怒骂的户部尚书，鲜血溅在地砖上。我看谁还敢再多嘴！正敢。陆明手持长剑，一步步走入太和殿。陆明身后跟着黑压压的影卫与江湖人士，气势汹汹。
林首府见状又惊又怒，满脸难以置信。你们还活着？不可能！凤仪宫都烧成白地了。陆明眼神锐利，没亲眼看着你被砍头，朕怎么甘心死？陆明一抬手，引卫与江湖人士立刻冲进大殿，亮出兵刃，将林家私兵团团围住，局势瞬间翻转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没死成，那就再杀一回。放箭，给我射死他们！谁杀了皇帝，赏金5万两，封千户侯。藏匿的弓箭手纷纷起身，拉满弓弦，剑尖寒光毕露，对准殿中众人。救命！快躲起来！陆明身受重伤，身形踉跄，面色惨白。我纵身跃起，手持长剑迅猛舞动，银亮剑影将自己与陆明牢牢护住。射来的箭矢纷纷被斩断。我左手伸入衣袖，取出一把白药粉，漫天白药粉席卷整个大殿。陆明及己方人员连忙捂住口鼻戒备。药粉起效，弓箭手杀在地上动弹不得。我步伐迅猛如箭，朝着高台冲去，气势迫人。林大人，林家欠苏家几10条人命的债，今天该还了。别杀我！我是3朝老臣，先皇给过我免死玉牌，你不能动我。苏家上下89口，个个都是好人。我爹当年也有先帝赐的免死玉牌。你当年对他们下手的时候，手抖过吗？下手的时候手抖过吗？留口气，让他活着，正好让他亲眼看看林家9族是怎么一个个没的。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阿和，咱们赢了。陆明，坏了，是毒走到心脉了，他中的是鬼见愁。鬼见愁是天下最毒的玩意儿，没药可解，中了必死无疑。救他！师父，您是天下最好的郎中，您肯定有法子。要是早1刻钟发现，兴许还有救。准备后事吧。我不信这个邪，更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死。既然天下没解药，那就用我自己的办法，硬从阎王手里抢人。师父，我要用渡厄法。你昏头了，那是咱们师门不让用的禁术。这法子是以命换命毒，会反噬到你身上，你会死的。丫头，你想明白了，他毒已经尽心了，神仙来了也就不回来。你把毒引到自己身上，就是白白送命。你终究是负了我。别说了，帮我守着，别让任何人进来搅和。把水喝了，喝了就好了。睡吧，睡醒了，一切都会结束。罢了。你想干嘛？你全给吐了。苏和，你要拿你的命来换我的。谁准你这么做的？这是唯一的招了，你快不行了。陆明，你死了，这天下谁来管？我怎么一个人活？那就让我一个人活。要是得用你的命才能换来的江山，我要这江山有个屁用！要死，咱们就死一块。真是孽债啊！这是南疆深山里找来的连心骨。种下这对虫子，2个人的命就绑到一块儿了。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。他疼你也疼，他没了你也得没。但好处是，这虫子能让你们一起分担身体里的毒，说不定2个人都能捡回条命。连心骨混进酒里，酒马上变成了鲜艳的红色，像血一样。我们仰头把杯子里的酒一口气喝干，钻心的疼立刻传遍全身。紧接着，陆明脸上的黑气就消退了，脸色恢复了正常。阿和，从今往后，你可别想甩开我了。4个月后的京城，街巷喜庆。我走向太和殿，慢点儿，那么多官员都看着呢。看就看，朕娶自家媳妇儿，正大光明，合乎礼法。打今儿起，后宫就是个空架子。朕这辈子就娶苏和一个皇后，跟朕一块治理天下。见到她就跟见到朕一样，所有官员都得跪拜听令。我坐在銮椅上恍惚，回忆起与陆明的过往点滴。陆明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我和陆明躲开人群，并肩走向城门楼。脚下京城万家灯火，真好，齐天灯升起。这就是你盼着的好世道吗？江山是死的，
人才是活的。有你在身边，国家太平，百姓安稳，这灯火与你一般这才是朕想要的好世道。璀璨夺目。